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款包了？女儿的哈。现在呢，她嫌它不好看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个新的包。想不想知道我们女儿认为的好看是什么样的？首先呢，我们来制作包袋。这4份包袋材料呢，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哈。和大家说一下铺棉的尺寸，它的长度呢50厘米，宽度4厘米。我呢放了1厘米的缝缝，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包袋呢需要非常的硬挺，所以呢我都烫了180克的铺棉。我们把包袋的材料正面和正面相对，整个呢车一圈，然后留一个反口翻到正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2根织带。那这2根织带的长度呢是40厘米，宽度呢是1厘米。我们把它搁在做好的包带中心线上边，这边呢是齐平的。我们在其中一根上面穿上一个低字扣，然后织带呢车住2条线。低字扣呢这样子，先车2条线，把它固定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准备2根2厘米宽的织带，这根是25厘米，这根呢是20厘米。我们把25厘米的这根呢固定在这有低字扣的这个包带上面哈。固定之前呢，我们折叠一下，遮住这个毛边。我们呢车一个框，然后在这儿呢再车一个十字。那这根呢，我们是固定上这个20厘米的。我们准备一个插扣，固定的呢是插扣的这部分。我们把它穿上以后，然后把插扣的这边呢折叠一下。也是同样的，盖住这儿的毛边，然后折上来，然后我们呢整个车一个框，在这个位置呢也是车一个交叉。包带呢车好了，那和大家纠正一下哈，刚才说的时候，这个包带呢我们车呢是这儿车一个框，这儿呢是没有车上的哈，给大家看一个反面呢就更清楚了，它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包带呢，车这个框是在这头哈。接下来呢，拿出外侧口袋的材料，这个材料呢一共是4份，2份里子，2份呢面子，它的长度呢24厘米，宽呢12厘米。我们把2份材料啊，里子和面子叠齐，然后呢车住这条线，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，然后呢这样子哈，我们再车一条窄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口袋材料上固定上我们的包带。那这片呢，我已经夹好了哈。我们离中心点2边各4厘米，固定上，放上这根包带哈。我们车上这3条边。那这儿呢，我们是拿一根织带，这根织带的长度呢是30厘米。我们这边呢是穿上一个日字扣，把日字扣放到中间哈，然后呢搁在这个位置上边。同样的，也是车上这3条边。那它的和日字扣配套的这一对呢是这样子的哈，包带的这一端啊，这个插扣的这一端呢是这样子的一对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车呢都是车上这3条边。接下来呢，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主体材料。这个呢是面子一片，里子一片。面子上呢烫了180克的铺棉，和大家说一下尺寸，长度38厘米，高度呢是21厘米。我们放1厘米的缝缝。我们在面子上边哈放上刚才我们做好的这个材料哈。然后搁的位置呢，就是中心线，咱们把对齐，然后离这条边呢是6厘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剪一块材料，这块材料的尺寸呢是长度24厘米，宽度是11厘米哈，两边像这样子啊，我们把它烫进去一个缝缝，然后呢，中心点和这儿主体材料的中心点，咱们把它对齐，盖上去哈。盖好以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各车一条线，然后这儿呢也把线给车上，一会儿做起来呢方便一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根拉链，这根拉链的长度呢是26厘米哈。我们呢把它搁在我们的这个包口两边哈。那搁的时候呢，咱们正面和正面相对，然后齿呢是冲里的。我们这边搁半根儿，那这边呢也是同样的搁半根儿。我们不要车的时候不要车到包带哈，然后盖上我们的里子材料。然后我们两边呢各车一条线，翻到正面，再车上窄边。接下来呢装上拉链头，把整个材料翻到反面。
接下来呢，和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侧边材料。侧边呢是圆形哈，面子2份，里子呢2份。面子上呢是烫了180克的铺棉，这是一个正圆，直径呢是12.5厘米，我们放了1厘米的缝缝。这个侧边上面呢会有一个装饰用的口袋哈，这是口袋的材料，它呢高度20厘米，宽度呢15厘米。我们把这份材料呢对折，然后搁在咱们的这个侧边的圆上面哈，翻过来，然后再这样子呢车一条线，车好后，我们把多余的材料给修剪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侧边上固定上低字扣，低字扣的一端呢我已经固定上了织带哈，我们把它搁在这儿，然后两边呢各车一条线。接下来呢，在下边衬上里子。然后拿出之前做好的这个主体材料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用包边的方法，把这3部分呢组合在一起。现在呢，我把3部分组合好了。两端缝的时候，这边的包边呢，缝纫机已经很难缝了哈。这边的时候，你看这里包带嘛，它很厚了，而且能车的区域也不大。最后呢，我是用手缝的方法把包边给包上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整个包翻到正面。包呢就做好了哈，我孩子现在认为这就是好看，很清爽的颜色哈。我也不觉得清爽，说实话，这叮铃当啷的挺热闹哈。然后还得往上挂件呢，挂好多东西，然后背着吧，反正就是一堆，就特别琳琅满目的，你们理解的意思吗？这2包放在一起，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？就觉得吧，孩子长大了。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